我们先把这个冬天的这个江南，我们先画一下啊。明天我们再画这个秋景。对，今天下雪。对，今天我们河北大部分都有雪。哎，今天我们就画个雪景的啊，画个雪景的。画雪景的时候，对吧？我们注意，有的是用这个，我们一般的是用留白的方法，是利用留白的方法，这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用个，先把我们江南桥比较多，对不对？我们先在近景的时候，对吧？我们先安排一个小桥。画雪景的时候，墨可以重一点，对吧？墨可以重一点。你看，画小桥的时候，我们先把前面那个侧面先画出来，先画出前面那个侧面，也就是我们桥栏杆的地方。因为我们江南对吧？画江南都是那种石拱桥，对不对？我们先画个小的石拱桥。先把石拱桥上面的上个面我们先出来。你看，这是我们先画桥的前面这一部分，桥的前面这一部分。先把上面桥栏杆的地方，对吧？桥栏杆的地方，我们先勾出来，画一个小石桥，对不对？我们先画个小石桥，先把前面这个面出来，再画下边这个桥洞，你看半圆形，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画个半圆形，这就可以啊。我们先把前面这个面先勾出来，简单的把这个桥洞，我们勾出来以后，看前面一个面勾出来以后，再勾后面的结构啊。我们再勾后面的结构，你看这是个圆形，对吧？这个弧形的过来以后，下边是个半圆形。勾后边的结构的时候，你看前面有几个，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再去画后面的结构啊。你看，先把上面这个面我们先画出来，对不对？我们先把上面的面画出来，这样它是石桥，对吧？它是这种弧形的，这样透视过去，啊，这样过去，我们那个面看不到，对不对？先画这个上面这个桥的栏杆。那这样，咱老师呢，因为已经画了个草稿，先给大家，老师先给大家说一下构图吧。有的朋友愿意先说一说构图啊。对。今天老师给大家去画雪景，老师呢已经画了一张草稿了，大概的啊。大概的构图是这样啊，你看，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整体的啊，初步的这个构图是这样的，初步的构图是这样的，我们就按这个起了草稿以后，我们去画啊，这草稿去画。这是我先把这个草稿打出来以后，勾的结构，上的颜色，上什么颜色，这个雪景，现在点彩怎么去点，我先做了一次啊，先画了一次，然后下午我们在课上我们再详细再去讲怎样去画，对吧？这是我们草稿啊。我们下边这个图案就是说，基本上是按这个草稿这样去画的啊。
基本上就草稿去画的。画了以后啊，你看，这画完以后，这个整体的结构画完以后，画上边这个台阶啊，桥上的这个台阶画的时候，你看，就单勾就可以，我们不用双勾啊，单勾就可以。哎，看，哎，单勾一下就可以。哎，只把我们的桥面，对吧？桥面这个台阶能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啊，你看，我们就画这个，因为都是石拱桥，对不对？哎，石拱桥的话，我们勾这个石块的时候，我们前2天画这个它建筑上面的长条石，哎，就按那样去勾啊，你看，就按这样去勾，哎，你就随意一点，对不对？自然一点，随意一点，去勾出它这个石桥的这个长条石的结构。你看啊，对不对？用这样去勾就可以，让它有个大小，对吧？有大有小，不要勾得太规矩就可以啊。你看，你就随意一点，用笔随意一点，这样呢，出来的它的结构啊，对吧？更加自然。你看，你就随意这样一勾，对不对？它的石的这个结构，垒的这个石的结构，哎，比较自然。完了以后啊，看，用这个干笔淡墨，哎，稍擦一下就可以啊。你看，稍擦一下就可以，哎，稍擦一下就可以。勾完这个前面结构以后，我们勾这个桥洞的时候，你看啊，哎，勾桥洞的时候用墨，看调的墨啊，我们稍微让它重一点，重一点。这我们画的这个桥洞的位置，对不对？桥的位置按这个结构，看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们桥面，在这个位置去画下边的桥洞。哎，这样下来，哎，这样下来，用墨呢，你看可以重一点啊，我们用墨可以重一点，这样下来，到下面让它就这样就可以啊。有飞白也这个也没事啊，你看给它飞白也没事，对不对？让它就是桥洞的地方，哎，让它按一下，按下来，就这样啊。下边我们处理完前面这个石桥的地方，哎，砌桥的地方，我们要画后边的建筑的时候，你看这个桥是我们近景的部分，在后面我们去安排这个，向后面去一层层的安排后面的这个建筑啊。画的时候啊，我画雪景的时候，这个墨呀，不要第一次调的时候，看稍微的淡一点，稍微淡一点，水分让它多一点啊，不要太干。我们这个笔呀，你含墨呀，不要太干。看啊，这个生宣会出这种效果。你看啊，画的时候水分让它大一点。哎，你看，对不对？我们先画一个这个房檐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画房檐的地方。
再画后边一个结构啊，这是个侧面结构。画完以后，哎，这是下面，对不对？这下边我们画的它的墙面，先画个墙面，这是个侧面结构啊。你看，画完以后，这是我们这个房顶下边啊，你看啊，我画后边的结构，用后边的这个墨去衬托前面房顶的这种白雪啊。你看，我们先把前面的结构先处理它，这房檐下边啊，下面的结构我先处理出来，到下面靠近水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这种长条石，哎，随意的勾两笔，你看。小窗户，哎，勾一个。你看，这是前面一个这个建筑完成以后，你看后边用后边的，你看我处理用后边这个建筑去拖前面的这个雪啊，这样去拖。我们用留白的方法啊，比较简单的。你看，先画后边房顶，也是画个三角形，对不对？你看，哎，三角形，哎，你看，画个三角形，对不对？哎，画个三角形。画完以后啊，画完以后我们用大墨，哎，在上面浮勾一下，在上面浮勾一下。这后面的，你看，这后边这个房子的结构啊，房顶的结构。再画一个它这个墙面，你看啊，勾出来。哎，怎么衬托前面这个啊？你看啊，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你看啊，大家看一下，得稍微重一点的墨，沿着我们这是看这是这个房檐，对不对？你看啊，向下，咦，寸两笔啊，寸两笔。哎，寸两笔。哎，你看，我们前面这留的，哎，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房上的这种积雪啊。哎，这是房上的积雪。然后我们画这个结构啊，侧面的结构下来。哎，这是你看下来以后，这是这是个山墙，然后这是靠近，对吧？靠近这个，这中间是小河，对不对？这靠近河的地方开的窗户，也是啊，竖线，你看，我们勾两个竖线，然后横线下来。哎，这就是下面我们就是说探出水面的地方，就是我们阳台，对不对？靠近水的，哎，那种阳台下来，你看它下边就是阳台下边就是那种暗影，对不对？我们就用这个干笔擦一下，你看擦下来，擦下来以后到下边靠近水的地方，对吧？这也是靠近水的地方，哎，我们用哎这种线条勾一下靠近水的这种小石块儿，哎，勾一下小石块儿。哎，你看，这有个一扇窗户是探出来的，是这样的。你看，用后边的这个
这个墨，哎，去脱前面这个白的这个积雪，对不对？哎，这样去啊。再画后面的结构啊，你看我们在画后面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留白的地方。我们可以啊，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不知道留白留多大的位置是吧？对吧？不知道留多大位置，我们可以用淡墨啊。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哎，用淡墨，你看啊，用淡墨轻轻的，哎，你看，用淡墨，哎，轻轻的画一个结构，不要太重，这个墨呀，一定要，哎，特别淡的，用淡墨去画一个简单的结构。这样你在画后面的这个建筑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前面这是留那个积雪的地方，对吧？你就很自然的能想到，哎，这是留积雪的地方。到时候你就这个画结构啊，画这个墨呀，你就不会向下去画啊。大家看一下，我用淡墨留了一个结构。哎，我在画后面的这个房屋的时候，下来，你看啊。先勾这个房檐儿，勾了房檐儿以后，你看淡墨去勾一下，这是我们看画这个山墙，先把这个墙的位置画出来，再画哎里边的窗这个窗棂，南方都是那种哎特别长的那种，对吧？竖长形的那个窗户。看我们画淡墨的地方，对吧？很自然的让它闪开。哎，你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留的积雪的地方。对呀，它就是留的积雪的地方。哎，上面这个，你看，上面要留积雪的话，我们用淡墨啊，用淡墨，哎，画一个小结构。你看，可以画个小结构。你看，这是我们上面留有积雪的地方，对不对？淡墨，你看，就用淡墨表现，我们不用说上别的，就是用淡墨直接留出来。它下面就石滩的地方挑石，我们用单笔擦一下，你看啊，稍微擦一下，稍微擦一下，擦一下就是说我们分清前后的这个前后关系，就是说我们建筑的这是前面的，错过来，这是遮挡的地方，对不对？遮挡地方它会暗一点，我们就用这个干笔擦一下，擦一下。右边看，这是我们右边的结构啊。画树的时候，你看后边这右边，我们在构图上这是有一丛这个枯树，对不对？哎，枯树，你看画的时候，我们只画主干，对吧？只画主干啊。哎，重一点，你看到这个房顶的地方，对不对？它是有积雪，有闪开，然后看我们就勾这样的枯枝啊，哎，勾这样的枯枝。看
到冬天，对不对？它没有叶子的时候，勾一些枯枝下来。勾的时候，你看墨呀，我们可以重一点，对不对？我们可以勾的重一点。勾的重一点。这样我们在这个你要加这个白色的时候，它有个对比。你看越黑，我们这个枝干越黑，然后到最后我们加这个加血的时候，它会更白，这样衬托啊，就黑白的对比，对不对？我们黑白的对比。到这个靠近树枝的地方，你看靠近下边房顶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干笔啊，稍微擦一点。你看擦一下以后啊，到这儿以后，你看擦一下，用淡墨处理一下。你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房顶的地方，对不对？它这个积雪会更明显，这就是我们黑白的对比啊，这是黑白的对比，就是互相去衬托，黑的托白的，白的托黑的啊，这样去衬托。右边啊，右边结构完成以后啊，左边也是由前向后啊。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是由前向后这样去处理啊。先画，我们先画这个房顶也是啊，你看是向左边一个结构，这个房顶是向左边的啊。先画个三角，看对不对？我们先画个三角的结构过来，这就是我们，对吧？这就是我们房顶。下来画这个墙的结构，我们先画墙的结构，下来，它侧面啊，你看它侧面还有个结构，我们水箱经常见，就是说它这个房屋，然后它侧面还有个小的房屋，对不对？你看下来这样去画，然后看用淡墨，我们知道上面起底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用淡墨，先画个大概的结构，大概的结构，这样我们就知道，上面对吧？需要流血的地方，有积雪的地方，结构下来，你看这侧面一个小结构，你看我们就分出这个房顶的地方，然后山墙两个结构，它这个房屋是不是它就有了这个立体感，对不对？我们就分出结构来，简单的分出两个结构、三个结构。你看，这是分出上面、下边一个结构，这是分出三个结构：房顶、山墙，这个窗户前面靠近河面的地方，对吧？它这三个结构，这也是啊，你看一二三，这是个结构，后边是一二三，这又是个结构。简单分出它这个一二三三个结构就可以啊。靠近水面，对吧？靠近水面都是安排这种窗户啊。靠近水面，这呢也是啊，也有窗户。
到下面呢，靠近水的地方，对不对？和我们右边的一样，哎，有一些条石靠近水的时候，它都有那种大大的那种条石。哎，你看，就是画那种长方形的，就是画这种长方形的结构就可以。就是画的时候，你看比较随意一点去画，对不对？哎，比较随意一点去画。画完以后，用干笔擦一下，就是靠近水的地方，你看，靠近水的地方，这样一擦以后，它山石显得就是靠近水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浸泡，哎，它上面有些什么苔点呀，对不对？长的一些绿苔呀，就靠近水的地方，它石头上会长很多这个啊，我们就用这个擦笔代替一下。到这个地方，你看前面这个积雪怎样去衬托？你看我给大家做一下啊，淡墨、干笔，哎，这样去擦一下，你看，哎，对不对？你看擦一下以后，哎，前面这个积雪，哎，下边房檐地方让它按下来，让它这样按下来。哎，这就是看我们上面留白的地方，就下过雪以后，对吧？它房顶上积的那种雪啊，是这样的。我们是画的是下过雪以后的这种景致，是这样的啊。我们再画后边的结构啊。哎，后边是我们画的是两个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这是平房，就是说一个结构啊，后面是两个结构的啊，就是我们两层的房屋，对不对？淡墨，你看啊，先画出两层这个房檐儿，你看啊，哎，横线，这是一层，对不对？这是一层，然后上面再画一层，哎，看这就是两层，对不对？这两层啊，先把这个房檐我们先勾出来，哎，两层以后再处理下边的结构啊，你看，哎，下来，这是个结构。看，我们要把上面这个房顶上留的这积雪留出来，简单的勾出，这种长形的这种窗户啊，长方形的这种窗户留出来，到上面对不对？它是肯定有阳台，我们画一个阳台的结构，也是啊，勾一下这个窗户上面积雪，用淡墨干笔擦一下。哎，这是斜面结构，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大墨，你看，勾一下，勾一下以后，到房檐的下边，哎，用淡墨擦一下，
哎，到了这个两层的结构，对不对？它是在这个前面的，对吧？后面的时候，这是前后的结构。我们用弹幕啊，你看，我们用弹幕勾了这个积血的地方，要看这个弹幕你勾的时候，下边后边上这个弹幕要闪开一下啊。你看，要闪开积血的位置，对不对？你看，要闪开积血的位置。哎，上面虚下来，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房顶上的积雪，用后边的弹幕，哎，把它拖出来，哎，把它拖出来。看在后边也是先画这个结构的事，先画一个三角形啊，也是三角形，哎，画出来，弹幕，哎，画出来，哎，这样过来，你看啊，这样过来，然后用线画出这个墙的位置，点下来，窗户，哎，先把窗户画出来，这都是就是长方形的啊，哎，都是长方形的，下来，你看。到这以后，一个小结构，哎，这是比这个建筑要小一点的啊。哎，到下面，你看，靠近水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的这种石块垒一下，对不对？啊，垒一下，这是前面后面，你看它有个交错，对不对？它有个交错，弹幕，哎，擦一下靠近水的地方，哎，擦一下。就是说我们靠近水的那个石块啊，经过长时间的水的浸泡，对吧？就是说长一些绿苔呀，它的颜色对不对？要黑一点儿，哎，要湿润一点，让它我们可以用淡墨干笔啊给擦一下。下边一个小结构，你看啊，这个小结构是小的，哎，一个房屋，画到水面上的时候也是啊，画个侧面结构。这下边也是这小石块垒个地基，你看，哎，上面积雪的地方，我们怕就是说留的位置或大或小，控制不好的话，你看，那就用弹幕画一个啊，哎，画一个简单的结构，你看，我画个这个结构，画结构以后，我就知道后面怎样去处理，对不对？你就知道后边怎样去处理。你看啊，我们画后面的时候，你有了前面这个房顶积雪的位置，大概位置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怎么去处理啊。这是个侧面哎，这是个侧面的结构，过来，哎，这样的结构，哎，这是个侧面结构啊。
下面你看，我们用弹幕把积血的这个大概位置，对吧？我勾出来以后，我画后面的时候，你看一定要注意染的时候要闪开，闪开我们积血的这个位置。沿着房檐地方向下，向下这样侧锋，对吧？我们侧锋把房檐下边这个结构，你看我皴一下，去皴一下，画个小窗户，看，对不对？来画个小窗户。这样呢，我们还有个饰条，你看啊，我在这个草稿上，这还有一个饰条。这个饰条呢，和我们前面一个拱桥石拱桥不一样啊。你看，那石拱桥是这样的，后边这个是叫石板桥。你看啊，石板桥，石板桥画的时候，淡墨啊，看对不对？看，一笔过来，一笔过来，这就是我们石板桥的桥面，对不对？这是桥面，然后下边是桥墩，你看啊，是桥墩，我们就用淡墨去画啊，这是桥墩。你看，是远处的这种石板桥啊，就用淡墨，我们直接画出来。这个是现在用的是3尺整张的，对，3尺整张的，这是长了一下是100的，宽了一下是50，这个尺寸啊，这3尺整张。开始我们画这个雪景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一下，画雪景的时候，我们画这个积雪房檐的时候，不要用太重的墨，不要用太重的墨，用稍微淡一点的。你看，就是说我们调的稍微淡一点的墨去画这个积雪，对吧？先用淡墨去画出来，到它干了以后，我们再用重墨去勾一下，勾一下里边小的结构。开始画的时候啊，一定要用淡墨去画这个积雪的位置，房檐啊、房顶啊，对吧？一定要用这个淡墨去画。看后边，你看我再画后面一个小结构，房檐儿，你看啊，这是个房檐，对吧？用淡墨啊，用淡墨画出来。下面的后面的窗户啊，也是竖线。你看，我们这个结构，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画这个水箱的时候，你看基本上都是竖线，对吧？都是竖线。然后房顶呢都是三角，先是三角形的结构，然后平的结构，对吧？就是说长方形结构比较多一点，它没有别的复杂结构，对不对？没有很多的复杂结构，都是很简单的结构。竖线，长方形，这个窗户呢，对吧？也是长方形，对吧？小的长方形。这个石桥呢，桥洞长方形，对不对？它没有别的形状啊，三角的长方形，就是这种简单的结构，对吧？就是这种简单的结构。看画完以后，这个积雪，你看这个积雪上面积雪，我们用淡墨啊，先勾一下，勾出它大概积雪的位置。你看勾出来以后，对吧？就是啊，这是我们要积雪留的位置，是这样的。
哎，下面啊画，哎后边的结构，你看我们留了几个积雪的位置，对不对？留了积雪的位置，那再画后面的时候也是啊，先画三角形，你看，先画个三角形，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房顶的结构勾出来，哎，这侧面结构，对不对？侧面结构，哎，这就是我们要流血的地方，流积血的地方勾出来。墙面儿，你看，对不对？三角形的竖线，然后竖线就是它的墙面儿。哎，窗户也是竖线，勾两个横线就可以。到后面，你看，这个就是横的结构，对不对？房顶的地方勾出来，大墨啊，不要用重墨。哎，我们用大墨勾出来，这是远处的，对不对？远处的，让它模糊一点。但到远处以后，我们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详细结构啊，我们就看不是看得很清晰，对吧？哎，我们就把它画的模糊一点。你看近景的时候，你看近景的我们刻画的比较详细啊，画的比较详细。哎，越向远处的时候，哎，我让它墨越淡，然后呢，让它画的哎模糊一点，大概的一个形状，大概的一个结构，我们勾出来就可以，对不对？勾出来就可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近实远虚，对吧？近实远虚，它近实远虚也有一个什么？就是说近处的清晰，远处的模糊，哎，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哎，简单的勾出这个啊，这个结构以后，哎，这个建筑的后面，对不对？哎，我们也有一组树啊，也有一组树。你看这个树的时候，我们画的墨色稍微重一点，对不对？到这个时候，它因为是远景啊，远处的树木，我们用墨呢不要太重，对不对？因为有前面，你看前面这个房屋的墨色，对吧？是这种墨色，所以我们的画树的时候不要太重，也不要太重。也是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啊，我们去画后面的树丛。也是我们勾的时候和我们这个右边的树木一样啊，得勾一些，对吧？枯枝啊，勾一些枯枝。哎，你看，勾一些枯枝。到上色的时候，你看，到上的时候，我们勾了枯树枝以后，上色的时候，我们要沿着这个树枝地方，对吧？我们要上颜色。哎，看，简单的勾出，哎，勾出这个树枝。到下面的时候，你看我们右边那个树的下边是不是用那个淡墨，对吧？我们擦了一下，哎，到这时候你看，我也用淡墨擦一下。它的这个目的啊，一个是把这个树的，哎，这个
树枝，让它丰富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去用后面的淡墨去衬托前面房上的那种积雪，对不对？你看啊，用淡墨我去擦一下这个树枝，你看，它就会把前面那个房上的积雪，去衬托出来，对不对？你看这样，它有后边这个淡墨，把前面这个房上的积雪，对不对？它就能衬托出来，就用这个墨去做一个黑白的对比。你看，就是说我们那个房顶上，对吧？不做特技就能画出这个积雪的感觉来。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一种留雪，叫留白法。这叫留白法。就是说我们这是常用的啊，画雪的留白法，就是说积雪的位置，我们都是用这种留白法留出来。到下边你看啊，下边靠近水的地方，对吧？靠近水的地方还有倒影，对吧？是有倒影的。是有倒影的时候，你看还有我们常见的河面常见的什么？小的渔船，对不对？我们画江南，对吧？每一个景致里边，都少不了的啊，就是我们的小船。你看画这个小船的时候，你看非常简单的，我教给大家非常简单的勾这个小船的这种方法。先画什么？先画这个船棚，你看啊，先画船棚。先把船棚画出来。我画个小一点的啊，小一点的这种篷船。画船棚以后，画船的下边这个船的结构。画船的结构。在船舷，你看，船舷下边船板，铺一下船板。是这样的结构。就是我们的，对吧？就是说河上常见的这种小的乌篷船，小的这种乌篷船。它上面落雪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也是留出白来，下边用淡墨擦一下，用淡墨擦一下，这样就可以。下边就是什么？画完了以后啊，常用的这个倒影，淡墨怎么去画这个倒影？侧锋，看啊，我们常讲的侧锋，画笔侧过来，向下，你看，画笔侧过来，向下这样去擦啊。淡墨，对不对？淡墨，这样去擦这个水中的倒影，对不对？你看啊，侧过来，侧过来，船的倒影也是按这种笔法去画啊。远处的侧过来，
这个石板桥，对不对？你看石板桥，哎，也画一下倒影，也画一下倒影，侧过来啊，你看，咱们画一下倒影。哎，这就是啊，第一步，我们把整体的完成以后，哎，整体的完成以后，你看，要加颜色的加墨的时候啊，加墨的时候加在房檐的下面，你看，让它这个对比比较强烈一点。你看上面雪，觉得不是很很白的哈，你看啊，就加在我们房檐的下面，用稍微重一点的墨，你看啊，哎，去加一下。去加一下。现在还有点湿啊，等它干了以后啊，干了以后，我们加上这个重一点的墨，去对比房顶的积雪啊，这样去。后边用的淡墨啊，对，老师讲了，前实远虚啊，朋友们。那我们有的朋友说，现在老师看干了以后啊，干了以后我们要加墨的话啊，你看加颜色，加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啊，加在我们这个房檐的下边，对吧？别的地方不要加啊，加在这个房檐的下边，你看啊，这样去加，对不对？你看啊，加在这个房檐的下边，这样去加。对吧？加在这个位置啊，不要加在这个上面啊，要加在这个弹幕的下边。你看加了以后，是不是我们的雪感觉比这个第一次的时候雪要厚，对不对？你这个下边的墨加的越重，它上面这个积雪呀，对吧？是越来越白，感觉雪的那种感觉，厚的感觉，对不对？越来越厚。下来，你看啊，哎，我们把这个弹幕的下面去加一点重点的墨啊，哎，重点的墨，去做个这个对比，你看，去做个对比，这样加了以后，你看是不是它上面这个积雪，对吧？更明显，对不对？会更明显。就加在我们这个弹幕的下面啊，这样去加，可以这样去加。你看是不是加了以后，它上面的积雪这样一对比，你看黑白的这种强烈对比，对不对？它的积雪会更明显啊。等下我们上了颜色以后，它这个雪衬托的更更亮。哎，我加一点。下来，你看这样一对比，对不对？我们的积雪就衬托出来。加的时候，你看右边我们加的啊，你看左边加的时候也是啊，加在这个弹幕的房檐下边啊，就是我们用弹幕画的这种房檐，哎，加在下边，你看，就这样去加，哎，这样去加。
对不对？你看啊，就加在这个弹幕的下边啊，加一点，对不对？加一点。你看衬托以后，看前面的这个积雪，对不对？就是利用这个墨的黑白对比，就用我们墨的黑白对比，我们去把这个积雪表现出来。把这积雪表现出来，看，对不对？墨越重，它这个积雪啊越明显。对，防甜，对，挂一个灯笼更明显。你看啊，画一下，把我们房顶上，加一点重一点的墨，加点重一点的墨，画一个结构。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房檐的地方，都加一点，对不对？也都加一点，把这个积雪啊，衬托的更明显一点。你看，衬托的更明显一点。看在弹幕的房檐下面啊，就在这个，对不对？你看这个都是加在这个房檐的下面，我们这个重一点的墨，就加在这下面。加一点，这样加一点。然后窗户的地方，你看窗户地方它干了以后，它的墨也是变得浅一些啊，浅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对不对？也可以加一点重一点的墨，加点重一点的墨下来。这也是，你看下面这房檐在房檐下面加一点重墨，加点重墨下来。就是我们近景的啊，你看我加的时候都是近景的这个房顶上、房檐下边，我加一些，加这个稍微重一点的这个墨色。到后边了以后啊，你看到后边以后，你加的时候你不要加，对吧？不能加和前面一样重的这种墨色，对不对？稍微加一下，比这个略微的重一点就可以，对不对？不要加的你要加下和前面的墨色那么重的话，它这个就会这个距离感就没有这种远近的这个距离感，对不对？让它远景的还是让它是以淡墨为主，还是以淡墨为主。看在这个房檐的下面
你画一点，加一点就可以。加一点就可以。下来，哎，用淡墨，你看淡墨，哎，擦一下结构，哎，你看擦一下结构。当我们后面的调整的时候，你看到墨色调整的时候，你看一定要注意，哎，这个我们留积血的地方，哎，要小心一点去染啊，要小心一点去上淡墨。你看，哎，对不对？哎，留出这个积血的位置，对不对？哎，留出积血的位置。让它下边还是虚下来。哎，石拱桥，你看啊，石拱桥完成以后，哎，下边这是个，对吧？前面是个石拱桥，后边是个石板桥。石板桥我们只是用淡墨画出一个大体结构以后，你看，我们可以勾一下线啊。哎，简单的，哎，勾一下线，把大致的结构，对吧？我们勾出来，哎，大致结构勾出来。你看，大致结构勾出来。哎，你看上面它就是铺的那种石板，对吧？哎，这叫石板桥。哎，这个看这个枯树枝，哎，枯树枝，我们到干了的时候，哎，我们用散锋，用一点散锋啊，看，哎，用淡墨干笔，我们可以加一些，哎，就是枯树叶，对吧？有的树上，哎，剩一些这种叶子，不是太多，哎，我们可以用这个侧锋，哎，去点一下这个树叶啊，随意的点几颗就可以啊，对吧？哎，随意的点2个就可以。它这个叶子也到冬天的时候，对吧？也有这个没有落完的，哎，有没有落完的叶子，也就用这种哎淡墨干笔，哎，点一下就可以啊，点一下就可以。哎，它不是我们对吧？夏天的叶子水分这么大，对吧？啊，到冬天以后都是那种干叶子，哎，我们就用这种干笔淡墨，哎，干笔淡墨，哎，点2下，代表这个冬天，给这个树上剩的这些剩的这些枯叶，哎，看这点一下，哎，点一下，哎，后面的结构，你看，哎，后面的结构一定要交代一下，对吧？每一组这个房屋啊，哎，我们要交代一个前后的关系，一定要交代清楚。哎，哪个房屋是前面的，哪个房屋是后面的，对不对？哎，我们一定要交代清楚，因为它这个就是靠什么？靠我们房屋这种结构，哎，去把我们这个空间关系去处理的啊。它没有山石什么结构，对吧？它就靠我们这个房屋的这种互相交错，哎，这个前后的这种遮挡，还有墨的这种
浓淡墨的变化，这样去把这个空间关系去那个处理开啊。靠近下面的地方，看，靠近水的地方，我们淡墨也可以多一点，对不对？你看啊，也可以多一点。然后到这个石桥这儿，对吧？前面是拱桥。这上面呢，它是一个，对吧？它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护栏。我们可以淡墨把它擦一下啊。淡墨擦一下，擦一下。稍擦一下，这样的给人感觉这个石拱桥，对不对？它的山石，它的石块，它有那种风化的那种味道，对不对？一看就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建筑，一看你用这个淡墨干笔擦一下，它就会有那种苍老的那种感觉，就是风化以后这种石块。倒影，你看水的倒影，稍微加一点，少加一点。看，一定要注意，我们用，这房子后面的淡墨，去互相衬托前面，对吧？你看啊，这是前面的房屋，用后边这个淡墨干笔，去衬托前面这个上的积雪，你看都是这样的啊，对吧？后面的衬托前面的，后面衬托前面，后面衬托前面，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关系啊，都是这样的关系，就是用这个墨的黑白对比，墨的黑白对比去呈现啊，去呈现这个积雪。就呈现了积雪。因为我们和北方不一样，对吧？江南水乡，它这个不是说特别冷，下完雪以后化的比较快啊。你看，化的比较快。一会儿给大家讲怎样衬托出来雪，老师马上就要上色了。对。好，整体完成以后啊，这我们墨稿完成以后，稍晾一下，我们就上颜色。上完颜色以后啊，整个上完颜色以后，我们需要加颜色的地方，你看树枝上，对吧？这样需要加颜色的地方，就比较加雪的地方，对。对，有说桥上的雪不明显，树杈上是不是也要画雪呀？都要体现出来的。一会儿我们就是要用反衬法来给大家去讲怎么把我们的雪景衬托出来啊。现在我们只是第一步，我们把墨稿画好，细墨稿我们后面呢再去着色它啊。来，我们的1号车啊是课程的回放，已经更新了50多幅了，将近60。我们上色先从这个赭石的地方，就是我们上窗户啊，一个是窗户、小桥，对不对？先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啊。看，先赭石，对吧？我们先调赭石，赭石里面我们加一点什么呀？对吧？我加一点淡墨，你看，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因为我画的是这个雪景，
我们赭石呢不要太跳颜色啊，让它发暗一点。你看上到哪？上到我们窗户的地方，哎，上到这儿。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哎，上到这个位置，哎，上到这个位置，上一点。你看啊，哎，我们上一点，就上到这个位置。上一点，然后前面小桥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小桥的位置，把上面的地方留出来。你看啊，把上面的地方留出来。你看，勾一下下面的结构，对不对？我勾一下下面的结构。看，我染一下下面结构，把上面这个桥栏杆的地方，留出白来。你看啊，留白。台阶的地方，你看啊，就是我们桥上这个台阶的地方，用淡赭石，稍微染一下就可以啊，稍染一下就可以。稍染一下可以。靠近水的地方，看靠近水上，它不是这个石块吗？对不对？哎，我们用这个淡赭石稍染一下，稍染一下。下面花青啊，你就用花青去染。花青，看花青的时候也是啊，赭石里边加了淡墨，花青里边啊也加一点淡墨，哎，加一点淡墨。加淡墨，这个淡墨染在什么地方？加花青啊，你看调的就是墨青色，哎，加在也是，你看加在我们擦的地方，你看用淡墨擦的地方，我用淡的这个墨青色，哎，染一下啊，染一下就可以，染一点，你看对不对？哎，就染一点啊，就是我们擦的地方，在墙上擦的地方，用淡墨青色染一点，你看啊，染一点点，对不对？你看啊，就是我们用淡墨擦的地方，在墙上擦的地方，用淡墨青色，就是花青，看花青加淡墨啊，我们加的花青淡墨，哎，加一点，你看，加一点，哎，靠近水的地方染一点，对不对？你看，下面靠近水的地方也加一点，整个画面让它以花青为主，对不对？哎，以花青为主。以花青为主，这样感觉画面就是说它那种冷色调，对不对？哎，那种冷色调去体现。哎，就这样啊，你看到后面，对不对？我们擦的地方，你看啊，哎，用墨青色染一点，
染一点，看上一点啊，上一点点的花青条的大墨，染一下就可以，就染在我们用大墨擦的地方，你看对不对？就染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树的部分，对，画的是雪景，因为今天那个我们看我们河北的大部分地方都有雪，所以今天我们先画雪景，明天再画秋景啊。哎，把这个树的地方花青，你看啊，花青里边淡墨，看加点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对不对？哎，调的墨青色。渲染一下，你看啊，去渲染一下。染的时候，看到前面那个地方，你看啊，看着啊，到前面，哎，房顶的地方，哎，我闪一下，对不对？你看，现在是不是天的积雪越来越明显，对不对？哎，就是靠我们那个颜色的这种衬托，哎，去表现雪。在传统画里边，它也是啊，传统画里边，我们的雪啊也是用这个留白的方法去处理，哎，留白的方法去处理，也是在山石的上面去留白，它不会上别的颜色啊。你看这个树丛也是啊，用花青、墨青色去渲染，去渲染出来。看，注意啊，留出和前面这个结构一样啊，我们把前面这个看房顶上积雪，对不对？我们要留出来，哎，要留出来。哎，看，哎，看这样，我们那个树的地方染好以后，这个建筑的地方，你看房屋这个颜色染好以后，我们下面要上天空的颜色，对不对？你看啊，我们怎样画天空？哎，先把你看啊，先把水面哎打湿一下啊，打湿一下。哎，打湿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雪景呢，哎，它是下过雪就是说雪以后的啊，这个雪景。哎，你看啊，我要在这个远处的天空，哎，远处天空画一个什么啊？哎，画一个月亮。你看啊，画个月亮。画月亮的时候，有的同学说，哎，月亮，哎，怎么能画圆？对不对？你看啊，哎，我给大家画个圆月。
我用花青啊，你看，先用花青调好颜色，花青调好颜色，你看啊，调好颜色以后啊，你看我们找一个这个白盘，扣在这个位置啊，你看，扣在这个位置。扣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画一个月亮。找个稍微小一点的就行。是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再找一个小一点的啊，小一点的盘子就可以。好的，你看啊，我们找一个小一点的盘子就可以啊。你看，我们画一个圆月。你看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先用淡花青色，你看啊，淡花青色，你看，我们先画一个圆月出来，对不对？先画个圆月出来，然后染天空，染天空花青啊，你看，用花青色，花青里面加一点啊，你看，花青里面加一点淡墨啊，没事儿，掉不下来。先染什么呀？看，先染水面，先染水面，水面打湿了以后啊，先染水面。先把水面倒影画出来。先把水面倒影画出来。花青啊，这是淡的花青。先染水面，你看，这是个石拱桥，石板桥啊，这是石拱桥。这是个石板桥。看，水面用花青加淡墨染的啊，然后再染天空啊，再染天空。我们画的时候，你看画了以后啊，画了以后，稍微亮它一下，我们再去打湿啊。大家记住啊，亮一下我们再去打湿它。你看，对不对？如果你画完以后你就打湿它，它这个圆形，对吧？圆形就会不完整，就会不完整。打湿以后啊，打湿以后先用纸吸一下水分啊。我们吸一下水分。吸一下水分以后，我们染天空。天空啊，染的时候，你看花青就用花青啊。花青里面这次加的时候和我们水面不一样啊。我们水面的时候你加的淡墨多一点没事，但是天空的时候加一点淡墨，不要加的太多。加的不要太多啊。你看打湿了以后，我们渲染天空。
哎，去渲染。你看啊，到月亮的时候，靠近月亮的地方，哎，我们闪开。你看啊，对不对？你看，哎，圆月染的时候，由上向下去染，看啊，由上向下去染，这样去染。在上面的时候，你看天空上面的颜色，让它重一点，对不对？哎，让它重一点。越向下的颜色，让它有个过渡，有过渡。有过渡，让它下面啊越来越淡，让它越来越淡。哎，让它淡下来，上面让它重一些，让它天空让它重一些。你看到下边靠近树的地方，哎，让它淡下来，对不对？让它淡下来，你看，哎，让它淡下来。越靠近这个建筑的地方，哎，让它越来越淡。你看，染的时候要注意流出，你看流出积雪的地方，哎，积雪的地方，哎，让它颜色，你看，我们可以围着这个月亮，让颜色重一点，哎，让它重一点。哎，到中间，对不对？打湿了以后，哎，你看，我们等它染了颜色以后，你看画出这个月亮以后，我亮一下，再去打湿，再去喷颜色，再去上颜色，它一颜色，对不对？它不会，就是说形状它不会差很多。哎，华清，哎，淡花青，你看，上下边上面颜色让它可以重一点，对不对？哎，上面天空那颜色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哎，过来，你看，对不对？让它颜色就是说从上面的稍微重一点颜色向下有个过渡，哎，有个过渡啊，哎，有过渡，到下边越来越淡啊，看对不对？我们近景的景致也是啊，哎，近景的墨色重，到这个远景的时候，它这个墨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这种远近关系，对吧？远近关系，到上面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啊，哎，上面让它重一点，越来到下面越淡，它也产生一个层次关系，对不对？它也产生个层次关系。哎，让它淡下来，你看到下边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也产生一个纵深的
哎，这种关系，还产生一个纵深的关系。下来，你看，水面的地方，你看水面的地方，我们画下边倒影的时候，你看花青可以加的多一点，淡墨可以加多一点在花青里边。你看，我们可以加的多一点，但是上面天空的时候，墨色呢，就淡墨加的少一点啊，就是花青多一点。水面让它按下来，你看按下来以后，显得我们这个积雪，对不？也是啊，整个画面花青为主。小说的地方，你看花青，用花青去染一下。小桥，对不对？你看近处的小桥，花青，对不对？你看它这个到它下边暗的地方，对不对？我用花青加一下，把这个赭石颜色压一下，这样压了以后它就不会那么跳，对不对？你看，要是说整个画面以花青为主，这个赭石，特别跳，我们就用花青压一下，你看，这样压一下。竖的地方，看竖的地方加一下，等它稍微亮一下啊，亮一下，我们竖的地方要把这个积雪画出来，把积雪画出来。染一下，用这个淡的墨青色染一下，就可以进入课程里面随时观看了。我们到后边的时候啊，整体完成了以后，颜色完成了以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树干的地方，对不对？树干的地方，我们画这个积雪怎样去画？因为树干这个树枝太多，对吧？你留不出那个白来，我们就用这个白色。你看啊，我们树干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树干的地方用白色在侧面，你看啊，在侧面我们再复勾一下，你看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侧面去复勾一下，就是我们树枝上的积雪，你看，你看就在侧面啊，对不对？在侧面我用白色勾一下积雪，小枝子上面，你看小枝子上面太多的小枝的时候，我们就用白色去复勾，去复勾一下就可以。你看，去复勾一下就可以。你看这样，对不对？就按我们的树干的地方，我们用白色复勾一下就可以。然后你看上面叶子啊，叶子在我们这个墨的叶子上面，你看我们不是用这个淡墨干笔，不是点了一些叶子吗？对不对？我们就用这个白色在叶子上面，去复点一下。你看啊，
复点一下，哎，就用这白色，哎，点在我们这个墨点上面，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点到墨点上面，哎，这样去点一下。我们点这个白色的时候，你看啊，这个白色呀，要稠一点，不要太稀，对不对？不要太稀啊，一定让它就很明显的去覆盖住这个下边的这墨点啊。你看，你看到近景的时候也是，哎，这个小树丛，对不对？哎，就用这个复勾一下啊，我们就用这个白色复勾一下，复勾一下。哎，复勾完了以后，你看，复勾完了以后，在这个我们淡墨点液的地方，哎，点一下，哎，点一下，哎，点好以后，你看啊，就在淡墨的地方点好以后，你看稍微点一点，对不对？就是我们呃下过血以后，它这个叶子上面漏了一些积血，对不对？你看啊，下边传的地方，小船的地方，对不对？它船篷上面有积血的地方，哎，也用这个白色一染一下，你看，它就烙有积血的地方，我就点一下。这小桥上面也可以，啊，还有手下面的石拱桥上面，哎，用这个白色染一点，染一点，就是上面有浮血，对不对？有积血，哎，染一下。你看，就是说在桥面上，哎，它还没有化的，哎，这个积雪，看后面啊，后面这个树上那个血点比较少，对不对？哎，看着啊，我们需要点彩的地方，需要点彩的地方，在笔尖上，你看啊，在笔尖上，我调一点白色，然后用另一支笔的笔杆，哎，你看啊，我教大家一个弹血的方法啊，弹血的方法，看在笔尖的地方，我们调一点白色，调一点白色，你看啊，在笔尖的地方，我们蘸好白色以后，用另一支毛笔的笔杆，你看啊，来看好，弹在哪儿啊？对吧？我们现在不是说下雪，是下过雪以后啊，哎，弹在这个树枝多的地方，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点那个点彩的地方，对不对？我用这个弹取的方法去加一下这个颜色，你看啊，笔尖地方蘸好白色以后，哎，你看啊，我弹在，对不对？弹在叶子，对吧？多的地方，就是我们点那个墨点多的地方，我弹在这个地方，你看啊，哎，弹在这个地方，哎，这样看我们要这个学会了以后啊，你看啊，
学会了以后，我们再画雪景的时候，比如画，就是说下大雪的时候啊，你看，就用这个方法，哎，就用这个方法，哎，就是说用另一支笔，对不对？另一支笔去架在这个笔上面去弹，看这样去弹，哎，对不对？你看啊，哎，这样去弹，弹的时候啊，这个笔啊，颜色对吧？要多一点，要多一点。你看，哎，就弹在我们叶子多的地方、树枝多的地方，这样去弹就可以。然后我们要画下雪天的时候，下雪天肯定是它是没有月亮的，对不对？正下雪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整个弹在天空的位置，哎，弹在天空的位置。对，这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弹雪的方法啊，弹雪的方法。看，我们可以弹完以后再补充一些，对吧？补充一些白色，哎，可以补充一些白色。你看，就是在我们叶子上的积雪，对不对？你看，在叶子上积雪。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我们画这个雪景的时候是常用的啊，这种弹雪方法是常用的。